我是邵康，欢迎来到 TBS 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陈世轩议员、张静资深研究员、唐湘龙先生、杨永明副秘书长、张世刚议员、陈伟杰议员。好，那川普看北京昨天举办93大阅兵哈。那川普说他要打电话给普丁说呢，俄乌战争如果再增加死亡。看到这个情况，我很不高兴，每天都在死人呐普丁威胁乌克兰，普丁说和谈不成就打到停战。那川普就说你就等着看，哇，这鼻子还没放话普丁昨天在大陆有讲说如果谈不成就打那就打到底用武力来解决那川普被波兰的记者问。说你对普丁都没有作为你搞了半天，普丁听你的吗？川普很气，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你应该去找新的工作，你有什么资格当记者？滚蛋，去找新的工作，不要跑我的新闻了那普丁说他愿意在莫斯科会见泽伦斯基但是不知道会见要干嘛那而且莫斯科从来没有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是不可以加入北约普丁已经想说，我都到阿拉斯加跟川普见面了。那你泽伦斯基不能到莫斯科来跟我见面呢？我没有不跟你见你来那这个乌克兰外长立刻就回说，我们才不会到莫斯科跟他见面呢那普丁警告乌克兰说呢，如果不能结束用和谈，我就会透过武力来实现。泽伦斯基说不能以莫斯科作为会谈地点，怎么样我都不能够到你那边去那另外呢，普丁一方面出席北京的阅兵，同时大规模空袭乌克兰。泽伦斯基说，普丁在中国装无辜了那另外呢，金正恩跟普丁呢大大的拥抱，说呢这是兄弟的义务，我们会全力支持俄罗斯跟俄国军队我就派兵去那另外呢，普丁说现在单极世界不公平，而且过时了，怎么可以只有美国的单极呢？多局格局已经形成除了美国还有中国还有这个俄罗斯等等而且呢，普丁说美国是借着乌克兰战争对巴西施压，而且要干预人的内政。我们看一下。纳夫罗茨基抵达白宫，美国总统川普则指了指头上的战机。只是当两人进到椭圆形办公室，记者想问的却是俄罗斯总统普京。I have no message to President Putin. He knows where I stand. 只是当波兰记者提问，川普却动了怒。You've expressed many times your frustration and disappointment with Putin, but there's no action. What action did you take? 川普哪能容得下记者质疑？他不高兴地立即反驳。Putting secondary sanctions on India, the largest purchaser outside of China. But when you say there's no action, I think you ought to get yourself a new job. 当川普与记者吵架时，太平洋彼端的普京却还是老神在在。他在离开北京前召开记者会，还拿川普与他的关系开玩笑。У меня с ним добр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ожились. Мы общаемся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Он попросил меня, если возможно, провести такую встречу. Я сказал, да, это возможно. 普京还说，如果泽伦斯基愿意造访莫斯科，他也做好会面的准备，而且他相信只要理智，战争马上就能结束。I asked him to put sanctions, tariffs, any pressure what you can on Russia. 那有明兄怎么看？其实你看，在93这样子的一个阅兵的场合那之前还有一个上合会，这不是应该是中国的主场吗？但是为什么反而是金正恩？在之前是莫迪上合会的时候，然后呢，金正恩普京变成焦点，所以这叫做西方的视角，就西方媒体跟西方政治现在的关注的重点，他的视角在看这个问题，并不代表事实上整个国际形势、中美关系的改变要随着这些共同起舞，因为他们关心的就是俄乌战争，怎么阿拉斯加到华盛顿会议，然后呢说要普京跟泽连斯基要会面了，先是双边，然后来个三边地点都安排好了，到布达佩斯然后呢，大概川普想在那边盖一个川普这个大楼吧，然后呢四边的会议，这个马克龙说，那你们三边会结束，我们来个四边，我们欧洲要参一咖，结果搞到后来根本不可能有双边。俄罗斯否认泽连斯基的法律地位，那泽连斯基不愿意去布达佩斯跟他做双边，也不愿意到土耳其跟普京做双边，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权力考量嘛，他自己本身
的就是内部的考量，因为你要进行选举，或者你要得到你国会的授权，那普京的泽连斯基一定是这方面做不到。然后呢，从普京的角度，那在现在战场上是有利于俄军。那其实基本上他已经说上2周就是卢甘斯克他已经全拿，顿涅茨克你退出，你不退出，我军力迟早，也许快的话年底或者是明年上半年他就可以拿下来。那下面这2周他把它冻结，现在看起来他也不是要说冻结，所以领土问题是最大的关键的那谈不拢。第二个是代表性的问题，那我觉得这里面反而我们如果不从西方媒体的视角来看的话，你反而凸显了你看这个。俄乌战争和93阅兵是代表什么意思？就美国这个强权它20年来其实在直接间接推动的北约东扩跟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对立，最后发生战争。虽然俄罗斯攻击乌克兰，但是他现在没有那个军事力，也没有至少他不愿意动用军事力。那曾经也花了很大的经济跟军事武器的援助，但现在没有那个意志去结束它，也没有那个能力去结束它。川普式的外交，另外一涵就是川普式的外交在国际安全议题层面，不是像他想象那么简单。国际的贸易也不是如此，你自己的关税你自己定无所谓。那但是你看到另外一方面，在中国这边93的阅兵展现的是什么？那就是呈现一个中美2强争霸的格局，这已经是成为一个定局了。所以你就看那个对比就非常明显。我们等等谈那个大阅兵，台湾有医生到乌克兰去，这叫北美台湾人医师协会，他们有一个义诊团去了，这话就刚好就碰上这个俄罗斯去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规模空袭所以团长蔡荣聪回忆说，发生巨响，以为玻璃破了，好像破裂了。然后呢，以为是下暴雨，就打开窗户一看，没有下雨啊，声音哪里来的？看到一团烟雾，就是炸弹所以他说了他认为说，这个现在美国要协助乌克兰成为钢铁豪猪嘛，就欧盟主席范德莱恩说了他说台湾比较起来台湾自己的自我防卫能力是有问题的完全没有做好准备来向。台湾要面对的解放军比俄罗斯可能要强大好几倍，特别是在传统武力的作战形态，从这一次的阅兵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单纯从普丁，你光想普丁在今天国家正在打仗的时候，他可以带着半个内阁、3个副总理、1半的部长，离开莫斯科几千公里，到北京待4天。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呢，离开了莫斯科最长的时间，而且你看到北京呢，就是吃吃喝喝、玩玩走走，一派轻松。他的阁员、他的副总理就各谈各的。换句话说，俄乌战争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云淡风轻，根本就不影响到他本身的正常运作，他不形成焦虑，所以时间站在他这边，筹码站在他这边，他当然就不紧张。川普可能觉得用一些的恫吓性的语言呢，去恐吓普京，我觉得那个纯粹是言语啦，因为反正他跟普丁也谈不下来，尤其希望营造出一种呢自己对普丁呢强硬的形象，这个是大概川普在做的。可是川普呢，如果真的在乎就是今天俄乌战争造成的人命伤亡，2个部分，一个就是说俄乌战争我们之前讲过。他可能是在对所有的平民的死伤最节制的。换句话说呢，在战场当中来讲呢，你几乎不会看到呢这种的大规模的平民的无辜的死亡，甚至俄罗斯呢对基辅、对一些重点城市的这些攻击，你事后去了解，大部分呢它也都有一些的情报的资源，所以就平民伤亡来讲，比例是低的。但是从川普的角度，我们该怎么看？如果有一天川普真的很在乎的去指控以色列、制裁以色列他在加沙的罪行，让美国所支持的以色列、美国所包庇的以色列，在今天加沙所造成的大规模的平民、儿童、妇女的死亡，甚至于饥荒在发生，每一天不需要炮弹落地都会有饥荒死亡，而美国表现出来的悲天悯人、民胞物语、一视同仁，能够呢站在一个联合国普世价值的立场，
那这个时刻呢，他或许就有机会呢，去站在其他的冲突的立场当中，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面。可是美国呢，今天是站在一个道德的洼地上面，所以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变得非常的没有说服力。好，当然普丁呢这一次呢到北京。对普丁来讲，他如果跟金正恩见面，这合理，因为毕竟要把中俄跟朝鲜呢打在一起，那个是有困难，因为终究朝鲜是派了部队进乌克兰去帮俄罗斯打仗的，但是中国并没有啊。中国呢，不只是人没有进来，装备也没有进来。中国到现在为止，他在他的上合峰会或者阅兵的仪式上面，他仍然强调中国军队的和平用途。所以呢，并没有呢意图呢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形成一个国际对抗，并且呢成为一个霸权。这个是每次中国呢当外界在讨论它的武装力量的时候，中国都会特别强调的。所以今天的川普，我觉得他在面对到一些国际情势的处理的时候，不管是他的内部的问题，或者是外部的问题，他都遭遇到困境。那对于普丁的喊话，只显现就是说，今天战争拖越久，对俄罗斯可能会越有利。那美国呢，现在在川普呢，原来24小时就要解决的俄乌战争无能解决的时刻，现在呢球是在普丁的手上。普丁呢要怎么出牌？普丁是有牌的，普丁呢是有筹码的，川普只能喊话而已。好吧，就是说，他们说这是66年来第一次这个朝鲜、俄罗斯跟中国的领导人在一起在天安门上这是66年来个别有见了，但集合在一起倒是很少了那西方也在注意说，他们是不是要形成一个什么轴心然后呢来对抗美国到底是不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昨天大陆在天安门9月3号9380周年他们很重视这个50、60、70、80周年反法西斯跟这个抗日中俄朝鲜北韩3大巨头同框在天安门的城楼同框这么在一起所以呢，这个说向美国释出东方团结力量那另外呢，川普说他跟习近平、跟普丁、金正恩都是好朋友都很好看了9·3阅兵办得很好那他还故意说，请习近平带川普向普丁、金正恩问好不过呢，怎么都没有提到美国的贡献呢？中国抗日，美国也有贡献陈纳德他们派了这个飞虎队后来美国也支援特别是这个珍珠港被日本突袭以后呢，那美国等于是正式参战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日本来是俄罗斯派的这个飞行员跟空军来但是后来呢，美国的确有来，怎么习近平都不讲我们美国也有贡献而且美国如果不在长崎广岛投2个月子弹，日本会那么快投降吗？那所以都不提美国，川普就有点失望那说昨天有很多武器本来大家都想看有些武器，就没想到呢，新的武器展示比原来预期的更多很多想都没想到的武器很多的洲际飞弹也亮相了然后呢，陆海空3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核武器的打击跟防御的力量也出来了另外，这个鹰击家族第一次集体亮相包括鹰击15第一次亮相，鹰击17第一次亮相，鹰击19全新亮相。这个鹰击20说是航母的克星，鹰击21说是舰队以及航母的克星以及杀手都出来了那另外呢，大家也希望看到歼35航母的新星跟歼20S 全球第一个双座的隐形战机，昨天也都出来了都有看到所以变成这是最大的一个焦点那另外呢，大陆也秀出逆中的无人轰炸机无人机一般你可以侦测到它是逆中的，而且还可以有轰炸的这个功能，所以日本的专家说，它这个主要显示台湾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你根本不知道在哪里所以这个地方都可以去那另外呢，这个潜射的这个飞弹可以达13000公里所以美国本土都会达到那叫巨浪3是用潜水艇发射的洲际弹道飞弹呢，也成为一个焦点
好，我们先看一下啊。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大陆93大阅兵压轴登场的核导弹方队，一次亮出陆海空4款主力，其中首次曝光的东风61掀起关注。据介绍，它射程25000公里，打击力横跨欧亚，最大飞行速度35马赫，相当于每秒可飞行12公里。外界推估至少可携带8到12枚核弹头，是继现役东风41后，共军最先进的洲际飞弹。东风61 3号登上微博热搜，大陆网友好奇怎么东风41直接跳到61，不少人调侃难道是因为5.1放假？不过也有军事迷分析，可能暗指技术跨代升级。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同样登上热搜的还有首度亮相的东风5C 核导弹，作为东风5系列改良版，全长约32公尺，采用一体燃料火箭引擎，射程可达15000公里，覆盖美国本土。受阅的鹰击21、东风17、东风26D 导弹，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灰白色流线型设计，全长约9公尺。这款鹰击21空射型极音速反舰飞弹，最大速度可达音速10倍，射程约1500公里，专门锁定航舰等大型舰艇，被视为解放军最神秘的杀手舰飞弹。That's going to make it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Western military forces to be able to operate inside what's known as the first island chain to defend places such as Taiwan,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and so forth. 除了极音速飞弹外，CNN 分析最值得关注的还有雷射防空武器，首度公开亮相的 LY1型号，号称光之利刃，能拦截反舰飞弹和无人机。若大量部署，解放军防御能力将大幅提高。来，那张金博士。我觉得每次这些无论是航展、军事展，或者说是这些阅兵就让众多的军迷有宛如进入过玩具反斗城或者芭比娃娃屋一样，看的是眼花缭乱。但是这里头之中确实有很多是更新换代，有很多是小步快走，慢慢的这个就是偏移。但是武器毕竟是武器，它有很多东西，它整个发展的规则是一致的。但在这里头呢，我必须要在这边跟大家提一下，我等会儿就可以问一下永明来讲，这个有中文的翻译之中老是把这个字翻错，那个叫做3合1的武力，或者叫做这个核三角，叫 nuclear triad。那个不知道哪一个人开始自作聪明，把它翻成3位一体。3位一体是天主教的 Trinity， 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对，圣父、圣母、圣灵3位一体 Trinity。所以这个核3位一体根本就是一个翻错的英文。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好像当初那个詹森总统把那个 RS-71讲成 SR-71，美国空军也可以很狗腿的连夜把所有的那个编号全部都改过来。这跟着总统讲错，然后来改。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就是兵器这样展出来，有很多东西它是以弹仓就发射筒来的，有很多是裸弹，那有很多东西是实体的模型，因为在阅兵场之中，为了安全的考量，都不会装真正的实弹弹头跟这贯通的燃料。但是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东西研发的这个之中，有很多很传统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东风5B 到东风5C， 这个就是使用一体燃料，这些仍然还是有。所以有很多东西它是经得起时间的推移，但有很多东西却经不起时间推移，然后它会继续往这个就是前面来这个去发展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永远记得，今天有一个新东西出来这个军事作战就像一个舞台剧，一个舞台剧之中要有这个音效、化妆、这个灯光等等等等都要。那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个新武器，那个新武器它就像一个好的演员出来，但是它不会颠覆整个舞台剧的演出。这个当初德国在纳粹德国在最后他就说有终极武器 V1、V2， 或者说是这个日本这个就是帝国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神风，也有这个各种的自杀鱼雷，但是他们这些都没有办法是扭转战局。但无论如何，这个武器宁可是这个备而不用，武器能够产生的效果，最后还是在靠人。
那他这个武器有什么特别让人家觉得，或是能够让西方觉得惊讶的吗？我觉得有几个，他刚才有提了，这个放了一个大鸽子，大家都在等啊，这个就是51。东风51，结果它啪一下冒出来61啊，那真是放鸽子。那51去哪里了？51它可能设计的并不是太一样，有很多东西啊，它其实在不同的构型之中，有的会先推出来，有的是后面推出来，但也有某些构型啊是失败。所以呢，在有很多的大陆居民普遍啊都希望人家给他肯定，但是有很多东西它到底能不能经过后来的作战测试评估，还是会有很多的变数，像。这个歼8完了之后就歼10、歼9就是一个失败没有做成的。美国有很多船啊，这个军舰啊或者武器出来的时候，这个敲锣打鼓，譬如说梦幻型驱逐舰啊，这个朱瓦特级，最后呢只做了3艘；海狼级哇敲锣的，最后也只做了3艘。那个滨海战斗舰哇，最后呢提前退伍。那解放军有没有同样例子？有啊，动56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有很高的期待，最后发现他用的不是很理想，最后都转为海警。所以很多东西啊，现在刚出来，你当然是可以给他很高的期许，但呢，到底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有时候都很难讲。有没有那种更新，大家更想不到，不想让你知道，不拿出来展示？有，我跟这个。其实啊，这个阅兵啊，就跟历史相照那个广告一样，我还有更多的等待你去发掘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把所有的底牌全都要掏出来。他有很多的东西啊，事实上就是说我们要记得，不能在这个阅兵分列啊，从这个司令台前面经过的东西，有时候才是关键。譬如说，我们讲说它有4大军种，这4大军种武器啊、载台什么东西都出来，但呢，它的4大独立兵种，你有没有看到航天器？那是航天部队非常重要的。你有没有经过网络攻防的部队？它有一个这个人员方队这样子啊，正部分裂过了。但是它真正用的各种的硬体网络呢，对不对？信息保障部队你也没有看到它用的硬体啊。后勤呢保障的部队也没有。那4大独立军种，也就是说你看不到的那个很可能才真是关键。那当我们看到很多武器了哈，大家哇就看秀展一样哈。不过也有人讲哦，从了他上次惩越战争以后，没有实际打过仗，哦，那会不会像以前北洋军阀一样，搞了一堆北洋舰队，啪把日本人全部打垮了？现在全世界有实战经验只有美国嘛，俄罗斯、乌克兰他们是真的有实战。那老共已经30-40年没有真的上战场打了，那做这些武器真的在战场能够打吗？除了最近印度跟巴基斯坦会打了一仗以外，赵先生，您被那个吴志忠那个政务次长吴志忠骗了。没有，我跟他无关。吴志忠讲说，这个中国海军从来就没有这个打过胜仗，所以在这个惩越战争之后，对不起啊，1988年3月18号这个赤瓜礁海战，对不对？所以呢，多多少少还有小规模的战斗，那是小规模，你可以讲说它是 skirmish， 就是真的这些武器、这些军人的训练，真的到真正打起仗能打吗？没有一个人敢讲。当初啊，进了那个，就是说，麦帅认为这个解放军就算过了鸭绿江也没有什么，他从来没有想过在韩国战场啊能够这么的难缠。而且当初啊，他们进军伊拉克跟那个阿富汗，每个人都跟 Rumsfeld 讲，你将来一定会后悔；每一个人跟小布希讲，你将来一定会后悔，20年后你会抱头鼠窜，你知道？结果呢，果真被他们言中。好吧，现在讲啊，大陆现在军民融合战略啊，因为民间的很多科技也进来。美国媒体说 AI 军事应用也许会领先美国哦，因为美国觉得自己 AI 很棒了，所以大陆也许会领先美国哈。那不过另外一个美国智库说了哈，说华府啊夸大台海冲突的威胁，说北京不太可能打台湾。而一方面这么久也没打，干嘛这个打？现在打呢？这是一种讲法，一种是说呢，这个他对台湾的很多科技啊等等，人家台湾也会啊，西方也会啊，那大陆是不是这个威胁性越来越小？到底是不是这样？休息一下再回来。